里都收拾好了，今天在村里准备再逗留一天。听着老板说呢，村里每天游客上千人啊，但是这边卖东西还是不是很丰富。在老板家搞来桶泡面先吃一点，填填肚子。咕咕咕咕咕咕。上坡2公里到水满乡了，这里的游客还特别多。山上有雾，看不到山上的景色，也拍不到前面那些全景。看一下当地的餐饮系列，这些餐饮店的生意我看都满的，生意特别好，老板都没有时间出来招呼我。价格方面呢，有实惠的，也有贵的。这个地方做点小生意还是不错的。从街上走路1公里多路到祭祖门，这个广场太震撼了。这个石梯上去有个几百步吧，上面就是3月3广场。沿着石梯走上来，两边都是24节气图。石梯呢639步，369吉利数字啊，它的寓意是66大顺，3生平安，长长久久。站在3月3广场呢，整个水满乡已经收入我的镜头了。早上有雾，现在有太阳了，看的还是非常的清晰啊。整个五指山的区域啊，跟我穿越湖北原始森林神农架、湖南杨家界属于张家界管辖，贵州的月亮山、太阳山呢，它们是别具一格，各有各的特色。我手指这个方向呢，就是五指山的山顶这一块了，因为它那边需要门票啊，我就不去了。然后呢，我就出现在镜头里面了。关于这个3月3的广场呀，就讲到了远古时代黎族呢，在昌化江这一带啊发生洪水，一个灭绝性的事件吧。然后就只剩下2兄妹，一个叫蓝英，一个叫天飞。长大以后呢，他们就分别分头去寻找自己的伴侣，但是很多年以后啊，都没有找到自己的伴侣啊。这个后面呢，就是黎族大典。那么这个天飞呢，他就下狠心啊，用竹签在自己的脸上刺青啊，就是纹身，涂上颜色。所以说现在黎族还有脸上有这个纹身的啊。他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哥哥认识，然后2兄妹就结为伴侣了啊，主要是繁衍后代。每年的3月3呢，他们就带着子女呢去迎接美好的春天。多年以后啊，他们就沉睡于山洞吧，化成了化石。后人呢就把这个山洞啊取为2亩洞。所以说每年的3月3呢，黎族的后人呢都是带着粽子呀、糯米呀、山南米酒呀、糕点呀去纪念自己的祖先，主要就是有祭祖呀、对歌啊、跳舞啊，所以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隆重盛典的一个节日。我喜欢吃老婆饼啊，但是今天我找到了一个老公饼啊，看到没有？哎，太意外了。但是老公饼没有老婆饼那么有劲道啊，还是老婆饼好吃一点。我去找露营地，现在在这个路口啊，发现这个五指山山顶了，应该就是五指山山顶了。山间跟那个，哎呀，云雾啊，云海啊，在山顶上看这个云海，看到没有？哎，可惜不上去了。走了。
我把车子骑到这个河边上的田园这边来了，就是找块露营地嘛。我感觉这个搭个帐篷睡比较合适，就是有点坑坑洼洼的。那边就是五指山，被这个山挡住了，因为那块地方没有合适的露营，就是有烧柴火不方便。上面就是那条公路下来的，明天又得推上去。然后呢，现在的太阳快下山了啊，明天就从这个山路一直出去了，朝琼中的方向走了，肯定是一路的山水美景啊。刚好我发现这个河边上呢，这些棒棒柴的都有，所以说特别方便。开始搭帐篷露营，做饭吃了。饭开始煮了，今天在超市里面买了点这个米，还有搞了一点这个长青菜呀，这么长的，好久没吃这个青菜了，还比较实惠。5块这么一把吧，应该有2斤多了。炒2个菜，茄子跟土豆一起炒，然后青菜炒一个。对，在你们这边野炊啊，露营晚上。放点盐巴可以吃了。尝一下菜根儿。茄子尝一根，有点淡。土豆尝一根，里面还有点生。看一下饭今天如何？这个饭的水平是越来越高了啊！还有点生，夹菜一定要从边上夹，